女主柴田纯是个超高智商的人，东大毕业，推理能力超群。她作为刑警实习生，今天是第一天报道。俗话说，上帝为你开一扇门，同时会帮你关上一扇窗。柴田虽智商高，生活却显得很迷糊。她是典型的天才类型。柴田第一天就走错了地方，她被分配到搜查一课的2组，却错误地跑到了1组。柴田还未进警局就已经小有名气，因为他是警察之子，他的父亲是高级官员，破案率很高。传说他只需把案件带回家，第2天就能找出真凶。实际上是柴田在帮忙推理，他从9岁开始就协助看案件，对他来说这些案件都是小 case， 但别人并不知情。尽管他的父亲已经去世，大家对柴田的态度还是很客气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。在走廊，他不小心撞到了1组的裁剪，他的任务是把继续类案件搬到2组。所谓的继续案件，简单说就是未解的悬案，因为时效尚未过，表面上还需要继续侦查。2组专门处理这类继续案件，连精英的1组都无法查明，2组能查出来吗？所以2组其实是个闲职，都是些被打入冷宫的人。有组长野野村、矮子近藤、高个子谷口，还有我们的男主角真山。柴田到了这里，看到这么多悬案，非常兴奋。这时，一个叫志村的男人带来1年前的继续案件。他是1年前被害人多田的麻将朋友，多田曾打电话催他还钱，但他在多田去世后不久就还给了他家人。多田不信，还约他明天见面。志村害怕，问自己还要还钱吗？看来他对此怨恨很深。他请求警方陪同。这件闹鬼的事让大家都不想参与，只有柴田兴致勃勃主动请战。随后柴田开始研究案件。1年前，多田因公回到4日市，想约已久未见的中学好友吃饭，但当时已是凌晨1点多，谁会出门呢？嫌疑人太田是多田在公司的前辈，也是唯一有杀害他的动机的人。他私自从客户那里收取了大量回扣，结果被多田告发。案发当晚，他在东京的一家酒吧，酒吧的酒保听到太田抱怨，他甚至威胁要杀死多田。他是在午夜过后不久离开的。第2天早上，警方发现了多田的尸体，多田的腹部被刺伤，还被从楼顶推下，脸部严重损毁，已经无法辨认。警方只能通过他身上的证件以及牙齿的形状和治疗痕迹来确认身份，确认死者为多田。警方迅速将嫌疑人锁定为太田，但案发后太田就消失了，至今仍未找到他的下落。尸检显示多田的死亡时间为凌晨1点到2点，而太田在午夜12点离开酒吧，从那里到案发地点至少需要2个半小时。仅凭案件记录，柴田无从下手，他一直坐在地上思考，直到脚都麻了。幸亏组长提醒他下班，否则他可能整夜都会留在那里。第2天，柴田按约定来到了现场。真山也是因为组长的命令才来的，但真山对此一点也不信。死了的人怎么可能打电话来催债？这太荒谬了，肯定是志村听错了。他们等了很久，多田还是没有出现。无奈之下，柴田开始质疑太田的不在场证明。他决定再去调查，来到太田家访问他的妻子。太田的妻子说太田确实很恨多田，尽管太田曾经非常看重多田，对贪污的事情完全没有隐瞒，甚至还带他一起去玩耍，但后来太田被匿名举报。太田坚信是多田所为，除了多田，没人知道这件事。听后，柴田感到非常疑惑，多田明知是贪污的钱，却还跟太田一起花钱，这不是也使他成了共犯吗？为什么他要举报太田呢？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。太田的妻子解释说，多田是个正直的人，可能是他的正义感驱使他这么做。真山询问太田的妻子是否认识志村，他说他不认识，还说如果志村再接到电话，他说如果志村再联系，他想向志村道歉，因为很可能是她丈夫杀害了人。离开太田家后，柴田打算去酒吧调查，但真山不等他，自己就走了，让柴田自己去找酒吧。可柴田是个路痴，他走着走着就迷路了，只好打电话给彩姐求救。彩姐带他找到了那位酒保，再次确认酒保并没有撒谎，柴田已经揭穿了他的不在场证明。第2天，他又去了案发现场的大楼，尝试模拟凶手的作案过程，模拟了凶手的具体动作，确认凶手是先杀人，然后把尸体带到楼顶扔下，故意让尸体面目全非，怀疑现场的尸体其实不是多田，而是太田。但真山不相信，坚称齿形比对后确定是多田，还提到过多田拔过智齿的痕迹。柴田去找多田的中学同学收集信息，多田的确在凌晨1点约了他出来，但他们多年未见，感情已经淡了，还在凌晨1点约见，大半夜的又不是出去玩，他当然不会去。有传言说多田从30岁起就性无能，所以他肯定不会出去鬼混。回家路上，柴田心里感慨，如果是自己，可能早就死了，难怪他的妻子想要离婚。但柴田觉得他的妻子太无情，如果是真爱，肉体的结合不是那么重要。真山笑了，认为小姑娘太天真，爱情需要通过行动来证明。回到警局复盘整个案件，揭穿了太田的不在场证明。推测一开始多田想杀太田，太田知道是他告发自己，多田因此心怀怨恨。凌晨1点时，多田其实在东京，故意打电话约同学会面，他知道这些人不会来，用这个机会制造自己在4日市的假不在场证明，然后去杀害太田。没想到反被太田杀死。之后，太田带着多田的尸体回到案发地点，将尸体扔下去后逃跑。案情解开后，组长想打电话给科长报功，
但这时志村又打来电话，多田再次打电话约在老地方见面。第二天，柴田和真山带着太田的妻子来到案发现场，但多田的鬼魂却没有出现。志村很苦恼，又将面临一晚失眠。柴田发现了新的线索，感到很兴奋。原来志村在多田死前1周曾和他一起喝酒，想起多田那时刚拔了智齿，麻醉药可能还没完全消退。那他喝酒的状态是怎样的？志村回忆说，他看起来挺正常，可能是在强忍痛苦。去牙医那里确认情况，医生确认那个人确实是多田，他的智齿长得很特别，印象深刻。柴田查看了多田的治疗记录，医生解释说，记录是根据患者姓名的50音和编号来分类的。柴田突然明白了真相，他们又回到了鬼魂约定见面的地方，向太田的妻子透露，凶手是你和多田一起合谋杀害了你的丈夫太田，两人一起杀死了她的丈夫。其实是太田去看了牙医，是太田的妻子帮他挂的号，但故意在表格上写成了多田，因为多田的名字也可以读作太田，但人们通常会按照默认的读音来读，所以太田的妻子在表格上特意标注了读音，还用多田的医保卡进行了刷卡，这样就留下了治疗记录，让警方误认为是多田有智齿问题。太田和多田名字的读音相似，太田听错护士叫名也在情理之中，这真是一个巧妙的调包计划。柴田猜测，你们是不是爱上了彼此？因为太田对你不好，还经常外语。多田出于同情，最终和你相爱了。柴田越说越激动，太田的妻子不承认这些。真山出面说，不要责怪他，直接去问多田就清楚了。原来太田的妻子来这里是想和志村道歉，他来这里是为了联系多田。他在椅子上留了张纸条约他见面，真山将纸条换了，改写为在这里见面。他相信多田现在就在附近。太田的妻子急忙大喊让他逃跑，原来多田就在桥那边观察。柴田和真山立刻跑去抓人，多田是个狼人，直接跳下了桥，忍着剧痛，多田游到了岸边。众人追到时，他的内脏已破裂，奄奄一息。柴田非常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，他相信世上真有柏拉图式的爱情。临终前，多田回忆了一切，一切正如柴田所推测，他们确实相爱了。多田建议太田妻在牙医那里动手脚，然后自己杀了太田，把尸体从楼上扔下，让警方误认为死者是自己。最终，多田没有揭露太田妻，他把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当警方精英小组赶到时，多田已经死亡，他们将共犯太田妻带回警局。临走前，柴田依然不放弃追问，太田妻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轻轻地露出一丝微笑，一切意味深长，无需多言。这次来咨询相关案件的是一名冷冻仓库的警卫，他年前守卫的仓库发生了命案，他是第一目击者。这个事件对他影响深远，因为即将进行高风险的心脏搭桥手术，手术的成功率非常低，生存几率微小。他临死前还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13年前的命案真凶仍未被抓到。当年作为第一目击者，他多次被警方审讯，他的同事、亲戚和朋友都怀疑他是凶手，他们对他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杀人犯。他希望警方能还他一个清白，否则他将无法安心死去。13年前，警卫像往常一样，在凌晨3点卸下最后一批货物，他检查了仓库，确认里面没有人。之后，他回到门前的警卫室值班，一直到早上6点的检查时间。再次开门时，突然发现了一具尸体，他立即报警，警察随后赶到现场。死者是仓库的社长，他的颈部有明显的勒痕和挣扎痕迹，致命伤是背后的一刀，很可能是先被勒昏，然后从背后补刀。因为尸体在冷库里，并且尸体上有干冰，无法准确判断死亡时间。真山随警卫一起来到了仓库，因为曾经发生过案件，公司索性更换了一个功能更强的新仓库，旧的仓库现在只作为备用。柴田一进仓库就开始重建案件的过程。我觉得你只是想体验一下真实的情景。警卫还很细心地帮他摆好了姿势，解释说这是冰剑教的手势，这个地方原本是冰剑教的神社。柴田回忆起冰剑教教主因破产，将神社卖给了仓库的社长，然后改建成了现在的仓库，所以当时警方推测，可能是教徒因怨恨杀害了社长。警卫抱怨不只是教徒，包括自己在内的警卫以及仓库的工作人员都被警察严刑逼问，甚至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杀人凶手。警卫还在怨言中，柴田则沉浸在自己的推理世界，继续推理案件。过于沉迷，以至于把仓库门关了。警卫内心焦急，因为仓库门只能从外面打开，里面根本无法打开，气得心脏病发作。里面的求救电话已多年未用，且已断线。拿出手机却发现信号完全无法接收。这仓库被2层厚铁壁所包围，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。关门后听到了滋滋声，柴田以为是老鼠的声音。真山解释说，这种规律的声音是机器的声音，原来是仓库门一关就开始自动制冷，并且开始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，情况变得非常危险。如果不是被冻死，就会因缺氧而死。突然柴田的手机响了，是彩姐打来的电话。本以为没有信号，真山急忙抢过手机求救，电话一到中途就断了，原来只有角落里能收到信号。彩姐及时赶到，救出了所有人，警卫也被及时送往医院得到救治。主治医生检查后说没有大碍。警卫介绍说，医生是他的老熟人，这位医生以前也在仓库工作过，后来考上了医学院，成了出色的医生，成为了全国最厉害的心脏外科医生。柴田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并好奇，想看看全国最厉害的医生的手长什么样。
柴田回忆起刚才的恐怖经历，特别是那声音，听到就觉得毛骨悚然。医生也加入谈话，说自己也很怕脏兮兮的老鼠。柴田瞬间猜测凶手可能就是这位医生。真山立刻拉住柴田，带他离开，再次来到仓库，询问柴田为何认为医生是凶手。因为医生曾说过他害怕老鼠，而柴田之前只提到那声音很恐怖，为何医生会知道那是老鼠的声音呢？这表明他也曾听过这声音，且记忆深刻。但这种声音只在关门后才会出现，这意味着医生也曾被关在仓库里，或者他一开始就藏在仓库中。推测他提前将社长控制，在凌晨3点潜入仓库，然后杀害社长，并把罪名嫁祸给宗教团体，穿上防寒服藏匿其中，等到早上6点警卫开门报警时再逃离。队长野野村听后立即向组报告，但这个推理被立刻驳回，因为缺少了一个关键证据，那就是有目击者看到社长在凌晨4点之前一直在情妇家中。这么重要的信息竟然被忽略，柴田为何不知道这一点？因为这个线索并未出现在案件文件中，而是被错误地放置在其他地方。推理被推翻后，柴田感到非常沮丧。真山见状有点幸灾乐祸，当晚去彩姐那里寻求安慰，彩姐带他去吃了顿饭，并讲述了自己过去的卧底经历，这让柴田重新燃起了警察的使命感，决定重新开始调查。首先去找兵剑教的前教主，但教主在社长死后因舆论压力过大，年前已经自杀。教主的妻子也非常愤怒，反复强调教内的人不可能是凶手，因为兵剑教崇拜自然界的冰雪，不会用干冰作为祭品，干冰在他们看来是邪恶的，而且白色衣服是教内高层才能穿的，不会给予一个罪犯穿。柴田回到警局进行头脑风暴，重新整理所有线索，然后突然晕倒了。原来是因为太专注案件而忘记吃饭，这证明热情不能当饭吃。不过柴田已经推理出真相，凶手确实是那位医生，将他约到仓库并一起被锁在里面，揭露他的犯罪手法。这个密室杀人案存在2个疑点，但他却穿着教派的白衣服和使用干冰制作的死刑台，如果是要嫁祸于人，不应该不了解他们的信仰，除非白衣服和干冰对他们来说是必须的。为什么凶手要先勒晕社长，然后再从背后刺死他呢？直接勒死不就结束了吗？柴田推测凶手这么做是因为想让警卫在早上6点开门时第一眼就能发现尸体，因为他第一次看到的尸体并不是社长的，而是医生伪装的。在凌晨3点送走最后一批货物后，医生便藏在仓库里搭建了干冰的死刑台，目的是为了混淆尸体的死亡时间。到了6点，医生刺破血包，躺在干冰上，假装背部被刺死。他使用白衣服是因为想让警卫立即注意到有人死亡，趁警卫慌张报警的时候，他便前往与社长事先约定的地点。因为时间紧迫，他选择先勒晕社长，然后拖到死刑台上，再从背后一刀让他成为真正的尸体。医生手上皮肤坏死的痕迹，是他躺在干冰上导致冻伤的结果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柴田的推测，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。突然之间，柴田感到缺氧，开始迷糊。医生见状决定一不做二不休，上前将他闷死，制造他因缺氧而死的假象，然后跑到能收到信号的角落。原来他13年前就已经在那打了换气的洞，难怪他当年在仓库里没有因缺氧死亡。但医生依然大意了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诱他上钩的圈套，没有证据，只好用这种方法。局势已定，医生也坦白了原因，因为他父亲的死是由社长引起的。那年社长因疏忽，没有检查仓库是否还有人，就匆忙关门，将加班的医生父亲关在里面致死。事后社长害怕，不敢告诉警方真相，恰逢仓库有被盗迹象，他就顺势污蔑医生父亲是小偷，谎称确定里面没人后才关门，是医生父亲潜入仓库的。社长对医生父亲的死感到内疚，于是将医生收为养子。但13年前，医生偶然听到了真相，决定将社长杀害。但这真的是事实吗？真山无情地揭穿了这一点。原来这只是医生为了美化自己的记忆，从而减轻自己的罪恶感。实际上他早就知道了真相，他不仅没有立即杀死社长，还利用这个真相来威胁社长，每个月要求社长支付50万以上的生活费，还要求几百万的学费。这已经不仅仅是抚养，而是明目张胆的勒索。最终医生一意孤行，开始道德绑架，自称是最厉害的外科医生。最后一组人员终于将他逮捕归案。有一位太太向警方投诉，抱怨警方办事不力。她自己已经找到了1年前杀害她丈夫的凶手，那就是雨。她丈夫有婚外情的小三，小三不仅杀人，还抢走了1000万。这位太太曾偷听到小三的对话，从而知道了真相，但她没有证据直接指证小三，所以只能来请求警察帮助，要求警方对小三的家进行窃听，到时候通过小三和那个男人的对话就能证明一切。柴田查阅了案件档案，分析认为小三很可能是凶手，因为他的证词充满矛盾。他一会儿说夜里被凶手砍伤，差点晕过去，导致他无法清楚看见凶手的面貌，然而他却能确定凶手穿着红衣服，戴着棒球帽，推测小三实际上认识凶手，所以故意提供虚假证词。组长野村感到无奈，只好答应进行这次监视，决定展开这次非法的窃听监视行动。柴田听说要进行监视，感到非常兴奋，准备回家做好功课，晚上再去向彩姐学习。彩姐教他监视，首先要学会伪装，伪装成一个普通路人，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去借用厕所，否则如果被发现怎么办？第二天，柴田真的穿着纸尿裤上班，问真山穿纸尿裤是什么感觉。
真山问他为什么要穿那玩意，如果急了就去超市借用厕所。那位太太担心来到监控现场，真山告诉他不用担心，窃听器已经安装好了。2天后，终于出现了异常情况，一个男人走进了小三所在的大楼，窃听器传来了几个男人的谩骂声。突然有人大喊，真山立刻冲了进去，一见到那个男人就踢了过去，抓住男人后带进了房间，果然发现小三已经死了。那男人慌张地说不是自己杀的。刚到房间时，里面没有其他人，只发现了一张纸。柴田进来后，在桌子底下找到了一个带血的瓶子，出门时还有人送来咖啡表示慰问，但奇怪的是墙边没有见血的痕迹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还没想明白就被人拉了出去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柴田开始分析录音，发现了一些异常。第2天去太太那里，告诉她小三已经死了，疑犯是个叫陈哥的男人，他很可能就是1年前杀害你丈夫的真凶。太太要求柴田一定要抓住他，绝不能让他逃脱。柴田的表情有些奇怪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回去后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，再次去找太太，说自己有些事情想不通。现场找到了一把有陈哥指纹的菜刀，但小三的身上并没有刀伤，小三是被钝器击中头部致死的。太太提出了一个可能，陈哥本来打算用刀杀人，但小三反抗，刀子掉到了地上，然后陈哥随手抓起东西将他砸死。但柴田不这么认为，这把菜刀上只有陈哥的指纹，没有其他人的指纹，这也太干净了吧。如果是小三家的刀，应该也有小三的指纹，如果是新买的刀，那上面应该有更多的指纹。他猜测陈哥可能不是真正的凶手，真正的凶手可能在隔壁偷听，恰好隔壁是一间空房，可能那里还有凶手的指纹。柴田这样一想，突然明白了，立刻离开去通知鉴证科。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结果，太太行为怪异，这些都是柴田设下的陷阱。他引诱太太去销毁证据，太太果然中计了。他去空房间擦掉了指纹，出门时被柴田当场抓获。原来柴田第一次去太太家时，发现她家竟然没有一把菜刀。她猜想她看到丈夫死亡后，对菜刀产生了恐惧，所以她不再使用刀具，因此她用钝器杀死了小三。但窃听时不是只听到陈哥的声音吗？原来柴田在听录音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应该录入的声音没有录进去，因为当时正好是11点，小三家的报时钟声没有录入，再加上门口的咖啡痕迹，本应有的痕迹却没有。柴田推测是太太去警察局做内应，他偷偷潜入小三家，将窃听器移到隔壁的空房间，在小三家等他回来后将他杀死。因为之前偷听到小三告诉陈哥，他家在这一层的最后一间，所以事先准备了一面可移动的墙，将倒数第2间空房换成小三的门牌，自己藏在倒数第3间房，让陈哥误入其他房间，里面放了一张纸和菜刀，等他离开后将墙壁复位，将窃听器放回原处，将菜刀扔在尸体旁，将罪名嫁祸给陈哥，然后大喊吸引警察来抓他，自己躲在隔壁房间旁观。太太说即使知道了又如何，你没有证据，他刚把证据都销毁了。但柴田一点也不慌，同样的手法现在用在你身上。太太去的不是他藏身的倒数第2间，而是倒数第3间。柴田也移动了墙，最终太太也说出了真相，她早就知道丈夫有外遇，偷偷找到小三要她离开丈夫，小三不愿意，她认为丈夫是金主，她自己还有陈哥这个备胎。太太忍不住告诉丈夫小三还有其他男人，劝他清醒一点，丈夫仍然痴迷，最终被小三和他的男人害死。太太本以为法律会惩罚他们，但警察的无作为让她非常失望，案件1年了还是毫无进展。不久前偷听到小三和陈哥的对话，她便开始策划这场复仇，事先安装了可移动的墙，并请警察安装窃听器，然后杀死小三并栽赃给陈哥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太太最后冲下楼，看到真山在自己儿子旁边，并告诉了他自己的故事，结果自然是按部就班，一队人马抵达，将太太逮捕归案。这家旅馆有个传说，说有个房间单独住进去的人都会死，这间房也将被拆除重建。旅馆的主人一家很古怪，在拆除前想体验一下，看是否真会有人死。旅馆的女服务员觉得他们脑子有问题，想请警察陪同住宿，这样心里会踏实些。众人都听说了这件事，柴田碰瓷拉上真山，起来到旅馆。真山事先声明与此无关，明白住进去可能会有人死，如果真有人死也与警察无关。大妈带他们去看房间，门外遇到了旅馆老板的女儿，被称作大小姐。她批评大妈多管闲事，还提到自己至今未原谅大妈因她父亲的事。大妈和大小姐之间有什么故事呢？彩姐打电话给柴田，想要他一起去参加联谊会。柴田当时正在秘密调查，彩姐觉得这很有趣，也跟了过去，又能过一把卧底瘾。晚上，大小姐向大家介绍旅馆的人员，坐在那里的是她的叔叔一家，叔叔、叔母和堂弟。原来大妈是大小姐父亲的情妇，难怪大小姐这么痛恨她。你这样说话合适吗？还有情妇这回事。还有个名叫阿笑的服务员，他是大妈的儿子，但其实不完全是。阿笑是大妈捡来的养子，他与大小姐的关系非常糟糕，可能是因为大妈的关系，大小姐总是针对阿笑，晚饭时稍有不慎就被泼水，这虽不伤人，但侮辱性很强。阿笑和大妈都只能忍气吞声，本来好好的晚饭气氛被搞砸了，大家都没兴致继续吃了。直接进入正题，传说中的必死房间，大家争论着谁先进去体验，仿佛都嫌命长。阿笑提出抽牌决定，确保公平。
柴田抽到红心 A 几乎稳赢，他感到非常兴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赌博。大小姐进去前，真山制定了游戏规则，每半小时呼叫一次大小姐，如果没有回应，柴田就会进去查看。看来这将是个通宵的活动。长夜漫漫，当然是打麻将来打发时间。柴田不会打麻将，现场学现场玩。众所周知，麻将新手有新手运。柴田很快就赢了好几局。到了约定时间，呼叫大小姐，他还安然无恙。真山表面上看似不务正业，实际上他一直在细心观察大妈的行为。他认为大妈有动机害死大小姐。他猜测阿笑并不是捡来的，而是大妈和大小姐父亲所生。这意味着阿笑和大小姐是同父异母的兄妹。如果大小姐死了，阿笑就会成为这家旅馆的继承人。又到了约定时间，再次呼叫大小姐，但没有回应，出事了。大家冲进房间，人已不见，只在地上发现一小滩血迹。真山命令大家分头去找。柴田注意到房间周围的封条完整，这说明他没有打开过窗户。柴田对密室案件感到兴奋，大家分头去找，最后在不远的森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。检查发现大小姐身上没有中毒迹象。不对，以前的传说说死者都是中毒而亡，怎么大小姐的死因是头部受伤呢？柴田还闻到她身上有香水的味道。第二天，一组的人到来，将柴田和其他2人赶了出去，嫌他们碍事。柴田偷偷跑到房间后面进行调查。真山和彩姐在一旁大肆吐槽组的人，柴田没有参与其中。在大小姐死亡现场附近找到了2根烟头，翻找包包试图找到某样东西，翻找动作太过粗暴，结果东西全被倒了出来。这样一来，包里剩下的就是我想要的东西。彩姐看到后上前收拾，真是个让人操心的孩子。发现柴田竟然还带着昨晚的扑克牌，收拾时突然注意到了什么，立刻跑回去，但被组的人阻止。原来他听到了彩姐和真山的吐槽，心里有些不爽。柴田在哪里听到的？组的人说自己一直在案发房间，彩姐骂声太大，根本无法不听到。柴田恍然大悟，再次跑回房间后面，用力拉开地藏，果然发现了一个通道。柴田猜测这是通向房间的通道，所以才能听到彩姐的话，叫组的人来掀开有血迹的地板。组长敲了敲地板，发现这里的声音确实与其他地方不同。掀开地板，见到一块被钉住的木板。柴田推测，传说这间房主人会死亡，实际是因为房间里藏有宝物，有人为了取宝来到这里，然后发现了这块地板，但在掀开地板时被尖物刺中，就像一组的人刚才掀开时一样。而这尖物是有毒的，因此一个个都被毒死。柴田决定再玩一局扑克，将昨晚的牌平分给大家，然后依次匹配，谁手里还剩牌，谁就是真凶。柴田边玩边解释房间的致命陷阱，说明大小姐是通过地板下的通道逃出的，而木板又被重新钉上，这证明她有同伙，这个同伙就是真正的凶手。最终所有的牌都匹配完毕，但阿笑手中竟然还多出一张牌。阿笑原来是大小姐的同伙，他最先提出用扑克牌抽签决定谁住进房间。大小姐事先准备了一张黑桃 A， 偷换成了自己的红心4。住进去后，他故意制造了一阵喊叫，然后沿着通道逃了出去，喷了香水，等着他心爱的阿笑。他抽烟，说明他在外等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大家再次呼唤大小姐。当大家知道他出事，开始四处寻找，阿笑立刻将他杀害，并且拿走了那张红心4。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别人发现作弊而怀疑他，所以柴田谎称用昨晚的牌来配对，诱使阿笑拿出红心4。大妈突然大笑，说这不可能。大小姐看阿笑的眼神就像看仇人一样，她怎么可能会喜欢阿笑？柴田认为大小姐是在装样子，他故意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憎恨。如果真的讨厌，当时吃饭时大小姐会直接将汤泼向阿笑，他手里拿着热汤，如果真的生气，应该会直接泼出去，即使担心浪费食物，也会泼手边的热水。但大小姐却故意用较远的花瓶，因为她清楚这只是演戏，用热的东西泼自己还会觉得心疼。一切被揭露后，阿笑承认他根本不爱大小姐，甚至非常讨厌她，但他一直没有表露出来。他知道一旦大小姐死去，随着父亲的去世，他就能继承旅馆，他的母亲就会成为老板娘，从此不用再卑躬屈膝，不必再看别人的脸色生活。他骗大小姐说父亲可能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关系，提议一起逃离。大小姐希望利用房间的传说让自己消失，这样就能悄无声息的失踪，然后阿笑趁机将他杀害。最终组的人到达现场，柴田劝阿笑主动承认，这也算是一种责任，但阿笑依然选择沉默。这时做母亲的出来替他顶罪。真山脾气暴躁，不给面子，直接将阿笑拉了出来。真山说话直接，不顾及他人感受。他一开始就怀疑大妈有作案动机，因为这个秘密并非房间所独有，只有负责的女服务员才清楚，除非大妈透露，否则其他人无从知晓。有位女士不信任警察的能力，她向电视台寻求一个自称有超能力的大师的帮助，请求帮忙寻找已失踪2年的丈夫。大师手摸着她丈夫的照片，神情专注，声称看到了她的丈夫。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跟随大师，大师感应到丈夫穿着黄衣服，一路指引至一座大厦，直接上到10楼的一个房间，但房间里实际上一个人都没有。大师再次尝试感应，感觉到丈夫可能遇到了危险，感觉他可能在这座建筑的2楼。随后因为过度消耗倒下了。电视台工作人员非常敬业，不顾一切地冲向2楼。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坐电梯？因为电梯正在维修。他们来到2楼的一间房间，
叫来管理员开门，房间里果然有个穿黄衣服的男人被害，女子确认那就是她的丈夫。柴田真山一直在看直播，看到有人死亡，立刻赶到现场。柴田检查丈夫的电话记录，时间是3点半，发现他的时间是3点40分，说明他在这段时间内遇害。在他的大衣里找到一张出租车发票，时间是2点20分。大师醒来后赶到现场，感应到凶手是在大家上10楼时，他使用备用钥匙潜入2楼，并在这里杀害了丈夫，凶器就藏在这个地方。之后锁上门，假装路人，凶手也是个穿黄衣服的男性。柴田揭穿了大师，你在节目开始时就说丈夫穿着黄衣服，但他是在节目开始后才换上黑大衣，坐车来到这里。你当时看到的应该是黑色的衣服，而非黄色。而且大师倒下和众人发现尸体的时间，恰好处于死者遇害的时间段内。大师狡辩说，感应是一种抽象的意识，你没见过也不奇怪，可能我当时看到的是他那穿的衣服。这时记者小胖出来为大师辩护，他在10楼留了一台摄像机，警察在门外抓到了一个可疑人士，这人的情况与大师描述的吻合。现场还发现了作案工具扳手，这个人身上还有这个房间的钥匙，后来发现扳手上有他的指纹，基本可以确定凶手是那个穿黄衣的小哥。大师借机批评了警察，说警察不如自己。大师冷静后改变了态度，变得亲切和蔼，容易接近。他原谅了柴田，还告诉柴田他看到了他的未来，告诉他他的愿望一定会实现。大师显然有些困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原来柴田最近在关注星座运势，错过了今年最好的桃花运。晚上柴田路过一家店，起初柴田以为这家店叫青哥，吓了一跳，原来是百字的灯坏了。真山每到夜晚就匆忙离开，实际上他一直在暗中监视某人，还有个男人在真山监视时出来找麻烦，不久前还给真山送了一个录像带。真山到底有什么故事？录像中被侵犯的女子是真山的什么人？柴田回去仔细研究了这些录像，发现录像中有瑕疵。真山去找大师，揭露了他的真面目。8年前他冒充超能力者被揭穿，躲藏了8年，现在因为这件事成了大明星。大师很镇定地摸了摸真山，预言真山即将杀人。真山表示他也能这样，故作姿态一番后，直言丈夫是你杀的。回到案发现场，看到柴田在装修，柴田发现除了一扇，其他窗户都贴着塑胶纸，只有一扇窗户没有，推测丈夫当时可能在打电话，然后被从窗外飞来的硬物击中头部致死。叫来了侦探团队和大师，开始推理解决案件。首先排除了凶手是进入这间房间后杀人的可能，因为丈夫当时正在通电话，如果凶手从背后袭击，丈夫肯定会留下挣扎的痕迹，所以凶手根本不在现场。那会在哪里呢？这里唯一没有贴塑胶纸的窗户，恰好对着的是大师倒在10楼的那间房。推测大师到了10楼后，告诉记者丈夫很快会在2楼被害，诱他们下楼，然后假装倒下，等人都走后打电话给丈夫，叫他探头出窗外，此时用绳子将扳手绑好，扔下去砸死他后再把扳手收回，然后悄悄到2楼放好扳手，假装预言凶器的位置，接着嫁祸给穿黄衣的小哥。因为这扳手是大13天前偷的，上面自然留有黄衣小哥的指纹。至于胖记者的视频是可以剪辑的，所以大师故意走到镜头前挡几秒，剪掉原来的录像，接上预先拍好的画面，证据就是背景中的博清哥。一开始百字还亮着，但后面的画面中百字就不见了。大师不承认，别人笑我疯，我笑他们看不穿，因为大家都不相信超能力，但又对超能力这类灵异现象感兴趣，所以当年刚显示超能力时，确实引起了电视台的关注。但很快资本家们就不满足了，认为这超能力表演不够劲爆，要求大师开始造假。结果大师被揭穿，真山忍不住说，你们怎么总是把自己说得这么高尚？其实大师根本不务正业，因为不愿意踏实工作而欠下巨款，所以想通过假装超能力者来赚快钱，甚至不惜在现场直播杀人，来证明自己的能力，借此赚取巨额流量和金钱。最后柴田还有个疑问未解，那就是大师最初是如何找到丈夫的？丈夫已经失踪2年了，警方一直没有任何线索，但大师却能精确地找到他。大师对真山做出预言，那个一直找你麻烦的男人今晚将遭人杀害。真山随后来到一个地点，果然找到了那个男人的尸体。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，校园暴力非常普遍，学生们互殴、砸学校、打老师已经成为了常态。但你听说过有人给老师送炸弹的吗？这次来询问案件的并非案件的相关人员，而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警察。他已经调查这起炸弹案件15年，现在他即将退休，这个案子也即将过时效。如果再找不到真凶，这将成为这位警察职业生涯中的遗憾。所以他今天来得很无奈，只能来请求2组的人帮忙破案，准确来说是来请求真山的帮助。看来真山是个隐藏的能手，但他每天都只想摸鱼。真山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老警察早就料到这个结果，留下案件资料后就离开了。柴田察觉这2人似乎以前有过节，忍不住询问，原来是因为真山的一个同期曾被老警察利用诱出犯人，差点丧命，老警察因此抓到犯人，立了大功。真山也劝柴田不要碰这个案子，时间太久也没有进展，这真的是个名副其实的悬案。但柴田对这种悬案极感兴趣，他马上开始研究案件。
15年前，一位体育老师收到一份刚毕业学生的快递，快递上写着感谢老师的教导，特意送上2公斤牛排作为感谢礼物。老师很开心，但按规定不能收学生的礼物，便把牛排转送给清洁工英怡。英怡准备带回家与未婚夫一起享用，但发现家里没有啤酒，没有啤酒的牛排就缺少了灵魂。英怡立刻出门去买啤酒。未婚夫在他出门后打开了快递，里面竟然是一个炸弹。未婚夫就这样不幸丧生，这也太惨了吧！人在家坐着，炸弹却是从快递包过来的。第二天，柴田跑到大汉家去，以借还昨天掉落的铁片为由，向他询问当年案件的详细信息。警方怀疑寄快递的学生名叫小龙，当时16岁，他有个女朋友。那女孩在案件发生前3个月跳楼自杀，猜测原因可能与体育老师劝他回头是岸有关。因此，小龙心怀怨恨，寄出炸弹意图炸死老师。但是老师转手将包裹送人，侥幸躲过一劫。这只是一种常规的调查思路，但其中存在许多疑点，甚至连快递是否由小龙寄出，都无证据证明。而且，如果小龙真的怀恨在心，想要复仇，为什么之后就没有任何行动呢？目标人物没有死，他却停止行动，这不合逻辑。此外，制作炸弹并不容易，不相信一个不学无术的学生能做到，但化学老师可能做得到。警方也有过这样的怀疑，但这名化学老师才刚来不久，他介入案件的可能性很小，也不能排除有能力的毕业生帮忙制作。总之，调查结束后仍然一头雾水。大汉带着柴田和真山一同去看望受害者的未婚妻英怡。柴田在确定了英怡的一些情况后，开始言辞怪异。大汉听了不高兴，责怪他的说话方式，把柴田赶了出去。回去的路上，大汉放下尊严，跪下求真山帮忙破案。真山内心挣扎，但终究转身离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真山为什么还不接受帮助？原来他提到的那个同事就是他自己，难怪他如此憎恨大汉。柴田重新审视档案时，发现了一个疑点：小龙的女友自杀1个月后，化学老师的离奇行为也开始了。然后他们2人去学校询问化学老师的情况，了解到那时化学老师刚来不久，学生们找到了新的欺负对象，经常把他作为取乐的对象，其中就包括自杀的小龙女友。柴田总感觉有些不对劲，小龙的女友似乎并不像自杀的人，于是前往化学老师那里询问情况。老师说他辞职的原因是自己性格懦弱，不适合做老师，辞职的时间恰好是小龙女友去世后1个月，他也常被打扰，所以没人想干这份工作。他们又去问小龙，小龙觉得很烦，刚刚才有警察来，现在又有人来问，结果真山还是心软了。小龙告诉柴田，他的女友不是自杀的，而是被体育老师打死的，但体育老师有不在场证明。柴田想知道是否可能是化学老师做的，小龙也不确定。大汉不明白为什么总是围绕这3个人问问题。柴田解释说，犯人的目标可能不是体育老师，如果真要炸死体育老师，为什么不直接寄到他家，这样就不会炸错人了。而且犯人只寄出了1枚炸弹，之后就没有再寄出炸弹。但如果犯人的真正目标是英怡的未婚夫呢？想到这里，柴田心中有了答案。大汉突然很激动，批评了柴田，警察不能只凭猜测，必须要有证据。然后他让柴田下车。看来大汉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，被一个年轻女孩在智商上压制了。自己查了15年都没有进展，他只用了5天就找到了真凶。柴田因为被批评感到失落，真山带着蛋糕来安慰他。炸弹当场炸死了他的妻子和3岁的儿子，大汉自己也失去了右腿。之前他留下的那个破铁片，就是当时插在儿子脖子上的铁片。明天一过，案件就过了时效期。即使知道真凶，大汉也无法亲手抓捕，将犯人绳之以法。第2天，大汉告诉英怡，今天是时效日。英怡听后却感到很开心。真山过来告诉他，案件有了重大突破，凶手不止一个，一个负责制造炸弹，一个负责寄送。警方已经让制造炸弹的人供出了同伙，寄炸弹的人是小龙。大汉在一旁察觉到情况不对，但没有说破。柴田过来说，化学老师想见见英怡，约了1点钟来。英怡对此感到很疑惑，然后收到了一个快递，快递里是米粉糕。英怡看到柴田喜欢，想送给他，但是警察怎能接受礼物呢？英怡坚持，柴田最终接受了。等待时间似乎特别漫长，柴田建议不如现在就吃米粉糕。英怡借口要买东西，急忙离开。结果香港记者跑得比他还快，但柴田很细心，追上去陪他一起购物。当然，他手里还拿着那个快递。英怡听到计时器的声音后慌了，他急忙按下电梯想逃离，一出电梯就把快递丢掉了。从第一次见到英怡，柴田就怀疑他是凶手。他当时就问了他收到快递后直接整个放进冰箱，正常人会这么做吗？如果明知是牛排，难道不该先打开再放冰箱吗？尤其英怡还说他喜欢做饭，不太可能这样对待食物，除非他知道里面是炸弹，一旦打开就会爆炸。他的目标是自己的未婚夫。15年前，他先寄了真牛排给体育老师。英怡知道体育老师是单身，平时很少做饭，收到2公斤牛排，很可能会转送出去。他经常收到老师转来的东西，他很可能会把牛排转送给他。就算这次不给，下次还会有机会。然后让化学老师准备炸弹，将真正的炸弹带回家，借口出门买啤酒，用炸弹杀死未婚夫。柴田推测小龙的女友曾欺负化学老师，老师情绪失控，误杀了他，恰好被英怡看到，他帮助老师将尸体从天台抛下，谎称自杀。
以此威胁老师制造炸弹。英仪想杀未婚夫的原因，是因为发现自己是小三，未婚夫其实早已结婚，还让英仪工作养他，谎称要考司法考试，还让他堕胎。实际上他早已有妻子和孩子，这人简直是渣男。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队人，将英仪逮捕归案。柴田推测大汉其实早已知道英仪是凶手，他只是一直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。最终大汉解决了心中的疑惑，荣誉退休。今天的案件与一幅画有关，这幅画叫做《呼唤死亡的油画》。画廊里流传着一个传说，任何看到这幅画发生变化的人都会被诅咒，7天内必死，真是厉害。隔壁午夜打电话的女人直接称赞内行。这天真山听同事说，结婚可以得到人事部发的20万奖金红包，他立刻动心，想找人结婚。大家都在助威，不如就选柴田吧。这时候来了一个年轻的画廊总经理，真是困了，有人送枕头。真山一下子兴奋起来，但那人是来咨询案件的，并不是来相亲的。总经理提到他们画廊有一幅被诅咒的油画，传说中任何看到画面变化的人都会在7天内死亡。6年前总经理的父亲看到了画变化，不久后便去世了，死因是被勒死。这次看到油画变化的是隔壁的老婆婆。总经理希望警方能调查一下，揭开这幅画的秘密。柴田，你不也想拿那20万红包吗？两人一起去了画廊。总经理的舅舅刚从国外回来，得知他们原本是来看《鬼子供养图》的，总经理带他们去看那幅画。油画中几个小孩在玩耍，显得很诡异。柴田对此表示疑惑，鬼在哪里？他拍了照片，想看看画何时会变。真山不打算留下，拉着柴田离开。临走时，舅舅突然大喊画变了，他们立刻冲了出去。柴田犹豫了一下，很想进去看，紧接着听到总经理大喊，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。画真的变了，画中的小孩全都消失了。这一刻异常诡异，当然要先自拍一张，好拿去给朋友们炫耀。总经理提醒他不要拍了，我舅舅都快出事了。柴田回过神来，立刻去找人。到了晚上还是没找到人，只好再回画廊。画里的小孩又回来了。柴田检查了四周，没有发现任何机关。突然电话响了，是舅舅打来的，求救。他说自己在某个地方，附近有工地，然后又说在海边。柴田猜是不是海边的工地，会不会是港口？三人马上开车前往。车上柴田急需上厕所，立刻跑去了。真山和总经理分头寻找，找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柴田回来后，真山觉得口渴，拿起柴田的水壶想喝水，发现水壶里几乎没水，而且水味道很怪。柴田在附近找到了一部手机，难道舅舅已经遇害了？柴田望向海边，果然看到了舅舅的尸体。验尸结果显示，舅舅是在晚上7点左右死亡，正是他和柴田通电话后不久。调查人员猜测，舅舅是在打电话时被人推下海，手机遗留在岸上。柴田带着彩姐去看画，把画展示给彩姐看。彩姐注意到画中没有小孩的部分是赛河园，赛河园是死去的小孩的地狱。画中有个小孩在堆石头。赛河园的故事是，有个小鬼在捣乱，故意把小孩堆的石头推倒，导致小孩永无止境的重复堆石头。柴田终于明白，原来鬼就隐藏在这里。柴田突然想到什么，赶往目的。突然有人从后面勒住了柴田，难道柴田也受到了油画的诅咒？原来是之前要柴田资料的人，之前和柴田套近乎的朝仓干的事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他和柴田有什么关系？镜头转到一组组长，手里拿着真山和朝仓的照片，似乎在调查8年前的案件。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真山还隐藏着什么沉重的过去？第二天，柴田醒来时异常冷静，就像平常在家起床一样。喝了口水，突然感觉不对劲，我的水壶里怎么会有水？昨晚真山不是说水壶里没水了吗？灵感突然闪现，终于解开了这个诡计的谜团。立刻去画廊告诉总经理，凶手就是他。一开始舅舅刚从国外回来，他看到的是一幅没有小孩玩耍的油画，因为有小孩玩耍的画根本看不出是赛河园，只有剩下一个小孩在堆石头，这才会让人想到那个典故。所以舅舅最初说这幅画是《鬼子供养图》。总经理在带柴田看画之前，已经把画换成有小孩的版本。后来舅舅再来看画，发现画变了，大喊着跑了出去。就在柴田犹豫的时候，总经理迅速去换画，然后大声叫喊，吸引柴田进来，再去停车场迷晕舅舅，蒙上他的眼睛。所以舅舅一开始说在工地，因为眼睛被蒙住，他只能听到工地的声音。然后他改口说在海边，但当柴田他们一到港口，立刻就闻到了海腥味，应该马上就能判断出是在海边。柴田猜测是总经理在旁边播放了海浪声，让舅舅误以为自己在海边，诱导柴田他们去港口。总经理在晚上7点拿起水壶装了海水，倒进脸盆里溺死舅舅，然后跟着去港口，趁大家分头找人的时候把舅舅扔下海，留下手机让柴田发现尸体。当时柴田急需上厕所，因为柴田和总经理的水壶长得一样，柴田误拿了他的水壶，所以真山喝的是总经理水壶里的海水。柴田衣服上干了的海水留下了盐渍，这是证据。这时真山出来彻底揭露了总经理的真面目，他杀的不仅是舅舅，还有6年前他自己的父亲。因为这幅传说中的画已经被人渐渐遗忘，价值大跌。经历了10年前泡沫经济的打击，6年前画廊已经撑不住，濒临破产。因此总经理想延续这种传说，杀害了父亲，
留下了一个悬案。今天又杀了舅舅，进一步抬高了画的价格。真山调查发现，已经有人愿意出1亿买这幅画。总经理最终说出了真正的目的，他从不在乎钱，只热爱画作，已经到了视财如命的程度。6年前，画廊经营困难，他的父亲和舅舅开始亵渎画作，故意抬高价格，编造典故，欺骗那些无知的富豪。总经理无法忍受，他无法接受这些美丽的作品变成了做生意的工具，于是杀害了父亲。作为一个有高追求的艺术家，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，他们可能有些神经质，感觉他们与这个世界不符，但在他们看来，这个世界本就支离破碎，持续侵蚀着他们的美好天堂。最终，总经理面对赛河园的地狱景象，服下毒药自尽。上一集结束时，柴田目睹了总经理的自杀，对实习生柴田来说是巨大的打击。之前的柴田只是将案件视为推理游戏，对他而言，死者仅是剧情线索。但总经理因为个人原因死在他面前，他一时难以接受，提交了辞职信，躲到了闺蜜家。闺蜜为了开导柴田，建议他在一个烦恼论坛上发帖。论坛正好举办了一个线下见面相亲活动，闺蜜拉着柴田一起参加。彩姐本来想劝柴田回去，但听到有相亲活动，就跟着一起去了。3人一起来到了派对。柴田，你这李彩娇的打扮是怎么回事啊？派对上有2个男士过来搭讪，其中一个男士打开了论坛，看到一个叫小丑的网民，打算送他一份礼物。这位男士期待用颜文字回复，看起来是个可爱的小伙子。随后柴田被这位男士劝酒，一喝酒就倒下了，醒来发现自己在宾馆。天啊，这不会是失身了吧？摸了摸身边，但很快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衣服还穿得整整齐齐，打开被子，里面竟然有个人，是昨晚那个穿毛衣的男人。出大事了，立刻检查了门窗，都是紧闭的，又是一起密室杀人案。这次嫌疑人似乎是我自己。打电话给闺蜜询问昨晚的情况，还问她我是否是成了。柴田把现状告诉了闺蜜，闺蜜建议她不要走正门，从窗户逃跑。柴田发现这样做不太行，但问题是有个猥琐男一直在看。转眼间闺蜜就出现在猥琐男后面，吸引了注意。柴田趁机逃跑，不幸的是跳窗声音太大，还是被人看到，连警证都丢了。不久后，一组警察赶到现场，有猥琐男的目击证言和警证作为证物。一组的老大早已女，立刻命令特搜组追捕柴田，他想悄悄抓住他，压住新闻，避免警方丢面子。2组的组长野野村得知此事，他想保护柴田，说柴田已经辞职，现在他不是警察，应该按正常程序处理。早乙女坚持要这么做。真山得知情况，却去找了朝仓，问他为什么要针对柴田，难道这是他的阴谋？之后又去找特搜组的人，利用过去的人情，争取到延迟逮捕柴田小时的时间。柴田逃跑后，在论坛上看到小丑的回复，小丑说已经送出了礼物给毛衣男，原来昨晚是一场死亡预告。查看之前的记录，除了毛衣男，小丑还提到要给宝石和蜥蜴男送礼物。闺蜜突然意识到自己就是宝石，立刻慌了，想回家躲起来，结果一开门就来不及了。在公口论坛上，小丑再次发言，礼物已经被收到了。原来他并不知道那人没死。柴田猜测他肯定在附近监视，看到机关被触发，以为人已经死了。能看到这个房间的只有对面的楼。这时小丑又写了，他要去蜥蜴男家送礼物。他们赶到蜥蜴男家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这时蜥蜴男在论坛上发问，比这更糟，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柴田终于明白了，自从闺蜜用剑救了他之后，就开始怀疑，剑这么快，门还没完全开，怎么可能看到剑并及时反应救了自己？2人都安然无恙，除非闺蜜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还有之后闺蜜知道假蜥蜴男的地址，进门后很熟练地打开了灯，这说明她不止来过一次。闺蜜在论坛上的网名就是小丑，她昨晚给3个人送了礼物，一个是毛衣男，一个叫宝石，最后一个叫蜥蜴男。她故意说自己的网名叫宝石，让柴田误以为蜥蜴男是另一个人，实际上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宝石。闺蜜用药物迷晕了2人，杀了毛衣男，想把罪名嫁祸给柴田，用铁丝锁好门上的防盗链，制造了一个密室，然后在救柴田之前先杀了假蜥蜴男，引导柴田发现死亡预告，一路上要柴田提供不在场证明。但柴田不理解，他们从高中开始就是好闺蜜，为什么要陷害自己呢？到了晚上，特搜组如期而至，闺蜜承认了一切。柴田想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，闺蜜也想知道这背后的原因，但她好像被人控制一样，最后跳楼自杀了。柴田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出幕后黑手。回到闺蜜家，找到了她和朝仓的合照，朝仓竟是闺蜜的男友。之前朝仓一指点，她就倒下了。闺蜜是不是被催眠了？柴田在看闺蜜的电脑，突然显示出一行字：无用的娃娃已经丢弃了。看来闺蜜真的只是个棋子。柴田质问朝仓，知道烦恼论坛的事吗？她说闺蜜一直有神经衰弱，常觉得有人监视，疑神疑鬼，还经常忘记自己说过的话。问完这些问题后，柴田更加确信闺蜜是被操控了，或许她真的被催眠了。柴田去找心理医生了解情况，医生说这种程度的催眠，杀人会让人的情绪波动非常大，很快就会摆脱催眠状态。一般催眠是让人放松，但可能的情况是在闺蜜潜意识里种下一个观念，不断进行心理暗示，
让闺蜜深信不疑并产生犯罪动机，但这需要很长时间来积累。朝仓给闺蜜植入的观念是，柴田是个破坏别人感情的人，他和自己早就有关系了。柴田晚上黑进朝仓的电脑，发现他一直在偷偷调查自己，不仅如此，还监视了真山3年，马上去真山家拆掉摄像头，询问真山他们之间的恩怨。真山告诉柴田真相，原来真山一直被朝仓监视，8年前他妹妹被5个学生侵犯，然后妹妹自杀了，其中3个人已经死了，一个是朝仓，还有一个吃安眠药自杀未遂，陷入昏迷。医生说他本可以早醒，但他潜意识拒绝醒来，似乎害怕现实。他2年前醒来后就消失了。真山觉得是时候解决了，准备去干掉朝仓。早乙女组织的老大听到关于真山妹妹的案件后非常愤怒，他为什么这么在意这个案件？召集了特搜组的人，预测真山会去杀朝仓，准备到时候逮捕真山，如果必要可以直接干掉他。特搜组的组长找到彩姐来询问情报，原来彩姐一直是卧底，从一个卧底的位置调到另一个。她从2年前开始监视真山，难怪她总是去2组。关于当年真山的案件，野野村把情况告诉了他，嫌疑人中有5人，3人确认自杀死亡，1人自杀未遂，下落不明。现在只剩下朝仓，但因为他当时在旁边，没直接参与，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，警方也只是怀疑他。案件发生后，真山无法接受，非常愤怒，他单独去找朝仓，想要杀了他，结果被朝仓反告。当年真山的上司大汉试图保护真山，但因为没有证据，申诉被驳回，所以大汉对英仪也是这样，没有确切的证据，不敢轻易下结论。最后真山被停职半年，回来后被冷落，调到了组。真山找到了那个自杀未遂的男人，原来他醒来后隐姓埋名，装疯藏进了精神病院，否则他会被朝仓杀死。据他说，当年是朝仓觉得侵犯妹妹很有趣，叫其他4人去做，其他人不敢违抗，只能去做，还说如果想反抗，身体会不受控制。其他3人就是这样被控制自杀的，他自己也是。说完这些，男人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，说的话和之前完全相反，他是不是也被控制了？晚上真山忍不住了，想要枪杀朝仓，但一看到他就头晕目眩，和当年想杀他的感觉一样。特搜组的人找到了真山，开枪阻止他杀人。柴田这时赶到保护真山，结果手臂被子弹擦伤，倒在地上。真山趁机逃跑，藏了起来。几天后，真山给柴田打电话，让他转告朝仓，自己会在7年前第一次对他开枪的地方等他，并告诉柴田，彩姐是特搜组的人，不要轻信。柴田给朝仓发送了信息，突然遭到袭击。特搜组终于发现了真山的行踪，2组的高老谷口找到了真山，给他送来了食物。没想到他也是特搜组的成员，本想直接杀掉真山，但见到野野村到来，他抓住了真山的手，指向自己。彩姐到达2组，发现柴田倒地，立刻将他送往医院，地上还有写着真山名字的血迹。这样一来，早乙女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理真山了。柴田及时送医得救，大汉来探望柴田，向柴田说明了情况。现在真山的情况非常严重，精神病院有人证实，真山曾找过那个男人，之后那个男人被毒死。晚上真山又去杀朝仓，接着刺伤了柴田和谷口，2人的伤由同一把刀造成，还有野野村的人证物证都非常充分。真山被严厉打击，但大汉不相信这些，要求柴田找出真正的凶手。柴田也感到迷茫，大汉计划带柴田逃离，彩姐也来帮忙。大汉作为诱饵吸引特搜组的注意，被乱枪射杀。彩姐带着柴田成功逃出，回到2组询问野野村，野野村告诉了他一些事情，并给了他枪支自保。第2天设法抓住了特搜组的人，彩姐带他去指定地点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，这是特搜组的计划，他们想一举捕获所有人。彩姐完成任务后向组长索吻，实际上是暗中给他下了毒。彩姐反叛了，但结果是被组长从背后开枪，这就是他能成为组长的原因。彩姐也因此丧生。更激烈的情节即将上演，真山来到了约定地点，准备杀死朝仓，但朝仓突然求救，他声称自己没有杀人，他并不是真正的朝仓。3年前他被莫名其妙的整容，从此接受了这个身份，他的身体也不受自己控制。朝仓突然被爆头杀死，是特搜组组长出手了。真山在掩护柴田逃跑，2人交换了信息。真山推测其他人可能都已经死了，他告诉柴田不要再介入。真山离开后，柴田冷静了下来，他终于明白了全部真相。他要求特搜组停止行动，早乙女禁止利用特搜组去杀真山。野野村也发现了一些端倪，现在的早乙女与以前完全不同，以前她总是把正义挂在嘴边，但现在她变得冷血无情。通过指纹匹配，发现她现在的指纹与3年前的不同，但却与中学时的朝仓一致，猜测朝仓杀死了真正的早乙女，整容成早乙女的模样，并取代了她。到了晚上的决战时刻，早乙女找到了真山，真山看到她的眼神，终于明白她就是真正的朝仓。她简直是个恶魔，一个只为快乐而杀人的魔头，要求特搜组立即射杀真山。这时柴田出来阻止，但朝仓不是一般的反派，他话不多但行动果断。朝仓立刻射伤了柴田的大腿，命令特搜组开火，真山也倒在了乱枪之中。野野村率领组的人赶到，逮捕了早乙女。早乙女试图把柴田当人质，
突然真山装死成功。原来特搜组使用的都是空弹，显然特搜组组长也在反抗早乙女。特搜组使用的是假子弹，但早乙女的子弹是真的。柴田被早乙女射中，伤势严重，她失血过多，情况危急。我觉得可以尝试抢救。最终的验尸结果显示，早乙女的指纹竟然又发生了变化，与朝仓的指纹不匹配。不用担心，柴田及时抢救，没有死。后面还有特别篇和剧场版，剧情风格彻底转变成推理风格。